老公啊，你说你一个北京战神，我一个全球首富的，咱俩穿成这样去见他，真的合适吗？咱要突然告诉闺女咱们的身份，那不得吓坏她？咱跟咱们闺女多少年没见了，先跟她培养感情，找机会告诉她呗。哎，你说的对。哎，闺女。哎，大叔，你说我是你们的女儿？啊，对呀，你快看这块玉佩，妈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呀。你小的时候，妈还背你去村口看电影呢，你都忘了吗？这是你3岁的时候，你看你3岁是不是长这样？真的是你们，爸妈，这些年你们过得怎么样啊？闺女，我爸就是个送外卖的，你妈在餐馆给人端盘子，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你不会觉着爸爸给你丢人了吧？说什么呢，爸？以后有我努力让你们过上好生活。真是好孩子，好孩子。冷了，快把这个也带上啊！哦，我突然想起来，佳明还在店里等着买戒指呢，我们一起去吧。我带你们去见见我的未婚夫廖佳明。你要结婚了？我跟佳明是高中的同学，以前我低血糖晕倒的时候是他救的我，我们在一起5年了。原来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真是个好男孩。那我们可一定要去见见他，好好感谢他啊！慢点儿。不好意思，闺女，你没伤着吧？妈，我没事。佳明要等急了。佳明，你怎么才过来？干嘛去了？原来这些年他还是跟廖佳明在一起。佳明，你怎么才过来？干嘛去了？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让我爸妈等你这么久。你再看看你穿的这身衣服合适吗？这什么地方？这不给我丢人吗？佳明，我这不是为了早点过来吗？对了，佳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我爸妈了。妈，你不是孤儿吗？从现在开始就不是了。我们进去说吧，走。念念，我跟你说，你呢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姑娘，我跟你结婚，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现在倒好，又给我莫名其妙的变出了一个送外卖的爹，还有一个当服务员的妈，你干嘛呀？送外卖咋了？当服务员又咋了？他们是我爸妈。什么咋？我妈要是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那不得被气死？我的脸往哪搁呀？念念啊，没事啊，我们不进去也可以的。对啊，你爸也正好在这儿接2单。他们是我爸妈，狗都不嫌家贫的。我要是嫌他们，我还是个人吗？爸妈，我们进去。好。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没文化就算了，怎么连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阿姨，我不是故意要迟到的。这商场怎么什么人都能进呢？脏死了！去，出去！叔叔误会，这是我爸妈。你爸妈？啊，佳明啊，你不是说他爸妈早死了吗？就是，还是一个送外卖的爹和一个端盘子的妈。顾客。哎呀，这有钱人的喜好真奇怪，竟然喜欢玩 cos。各位尊敬的客人，我是本店的总经理，你们是来看钻戒的？来，看看这个，这个呀，可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啊！让我看看，200万。哎呀，一个土包子哪里配戴这么贵重的戒指？他那双手啊，一看就是干粗活的，戴这么贵重的戒指，他怎么干活？
这家人对咱闺女可真苛刻。人毕竟是咱闺女的救命恩人，再看看。不贵不贵，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给您打个9折，打9折。9折太贵了，要我说呀，买什么婚戒呀？这婚还指不定能不能结呢。阿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廖家不想跟你们这种底层人结亲。就是，当初我们同意佳明娶你这个乡下女人，就是看你屁股大好生养，能让我们抱上孙子。结果呢，现在又冒出来一个送外卖的爹和一个端盘子的妈，估计加起来月薪都不过3000，五险一金更没有。那结婚以后岂不是要连累我们廖家吗？我早就说过，这个顾念念呀，就是个拖油瓶。我哥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哎，亲家，贵婿，我们老两口虽然工资低点，但是工作稳定啊，我们能养活自己，放心，不会拖累子女的啊。说的比唱的好听，我看你们家就是想高攀我们家，想结亲也行，陪嫁1辆车。哎，我都没有要1分钱彩礼呢，那为什么要陪嫁呀？笑话！这结婚的房子酒席都是我们家出的吧？开始你可说你是个孤儿，我们就当可怜你了，啥都没要。可是现在你爸妈都欠财，这哪有不出嫁妆的道理？就1辆车嘛，买。爸，闺女放心，妈和爸有钱。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看到车再提结婚的事儿。哎，爸妈，买辆车再怎么说也得20-30万吧？你们哪来那么多钱？不就是20-30万吗？就算2个亿，你爸妈也掏得起。闺女，车肯定是得买，不过妈妈和爸爸今天还得工作，要不你先回去等我们？那我就先回去了。慢点，闺女。别卖豆腐了啊！你说咱这么好的闺女，怎么摊上这么一家人？参见董事长，参见顾战神。都起来吧。顾战神，我听说您要给小姐买车，那是否将那辆您特地为小姐定制的全球独一无二的钻石马车送给小姐？不用，这姓廖的那家心术不正，要是让他知道你我夫妻的身份，恐怕还不知道如何惦记咱闺女呢。那女儿要结婚，总不能连辆车都不给她买吧？你这当爹的也太狠心了。买，谁说不买呀？马建国，在。买1辆便宜车，随便停个破小区里，明天把地址发给我，我去开。是。恭迎顾战神董事长。今天我要陪我闺女去看车，谁都别跟着我。是。顾战神夫人，实在抱歉，我昨天把看车的地址发错了，发成了您名下的罗马花园别墅。您给大小姐定制的那价值1个亿的豪车就停在那儿。现在大小姐和未婚夫一家子，他马上就要到了。这下咱俩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快去罗马花园，快点儿！哎呦，你看，哎呦，这车，你看，还有这个。哎呀，哎，小顾，你确定没找错地方？你爸妈给你买的车真的在这里？念念，这哪辆车是你爸妈给你买的呀？哥，你们都被他骗了。据说这栋别墅是一对神秘夫妇的私人财产，这里停的都是人家私藏的顶级豪车，最便宜的都要2000万。他的穷鬼爸妈怎么可能买得起？什么？最便宜的也要2000万？好你个顾念念啊！你耍我们是吧？可能是我爸我妈搞错了，我发个信欣慰一下他们。哎，念念，这照片是不是你爸妈呀？爸妈，他爸妈的照片怎么会放在这儿啊？难不成这辆车就是他爸妈买的？爸，你是不是傻？那黑布底下一定是一辆不值钱的破车，照片呢也是他爸妈偷偷放进来的。
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家买得起豪车，把我哥偷偷套牢结婚再说。毕竟他爸妈都是底层的打工狗，奋斗10辈子都买不起这里的一个车轮胎。廖丽丽，你可以骂我，但是不允许骂我爸妈。我爸妈绝对不是那种弄虚作假的人。就说了，怎么了？一家子废物还不让人说啊？女儿卖豆腐，老爸送外卖，老妈端盘子，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穷都穷得臭味相投，穷也就算了，心还是黑的。你闭嘴！够了，顾念念，你怎么敢吼我妹？我告诉你，以你的条件嫁给我，你完全是属于高攀。哎，你今儿个能出这出戏码，不就是想让我安心把你给娶了吗？你今天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的脸给丢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佳明，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是不信我，我现在打电话问个清楚。还装什么呀？我现在就去把这块布给掀开，我让你死得明明白白！住手！谁允许你动的？臭保安，你凭什么推我儿子？凭什么拦着我儿子不让他看车？你和顾念念串通好了，对不对？顾念念，你越冷，说明你心里越有鬼。现在是心眼啊，连我都敢耍了是吧？老子今天非得把这破车给砸了！对，砸了他，让他那废物爹妈知道我们廖家不是好惹的。一级警报！一级警报！快！这是你干的？是我干的，怎么了？这车要是砸坏了，你们全家的命都不够赔的。你们是怎么看大门的？怎么能把他们放进来？过来闹事了！一辆破车而已，还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的？就是这车是顾念念那送外卖的废物老爹给买的，能值什么钱呢？我看呢，顶多是台老头乐。你怎么打人呢你？告诉你们，这可是顾战神为了失散多年的独生女定制的回归礼——钻石马车。这辆车的车身可是用太空纳米材质打造，而且里面的内饰镶嵌了南非蝴蝶粉钻，价值1个亿，全球仅此一辆。你们这些乡巴佬都懂什么呀？怎么可能价值1个亿啊？你肯定是弄错了，这不可能是首付千金的车。你看，这是他们买给顾念念结婚用的车。就是啊，他爸就是一个送外卖的穷鬼，他妈就是饭店里端盘子，怎么可能是首富夫妇呢？你们都不相信是吧？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天哪，还真的是钻石马车！哎呀，完了，弄坏了首付千金的车，我们全家都得陪葬啊！都怪他，要不是他爸妈把照片放在这里误导我们，车也不至于坏。要赔就找他赔。对，找他赔。没错，就是他那废物爹妈，竟敢蹭首付不付。张队长，你可千万别放过他们全家。明明是你们怂恿佳明砸车的，为什么怪我呀？闭嘴，顾念念，你们这一家子人没一个好东西。从此以后，咱俩没有半毛钱关系，井水不犯河水。张队长，这个贱人随你处置啊！廖佳明，5年了，我们都要结婚了，可是为什么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遇到什么事情就把我往上推，你还是个男人吗你？顾念念，你还真是一个恋爱脑土包子。就高中的时候，你那条件，你觉得我能看得上你吗？不过话说回来啊，就你那低血糖晕倒那一次，我只不过是去医务室拿了一创可贴，你就醒过来之后跟个狗皮膏药似的，每天都黏我，甩都甩不开。这送上门来的女人，我能不要吗？什么？你这个混蛋，你骗了我5年！松开！臭婊子，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念念怎么不接电话呀？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快点儿！张队长，钱我会努力还的。顾战神那边我也会去道歉，求你不要去找我爸妈，他们年纪大了，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你个卖豆腐的土包子，这1亿你拿什么还？什么卖豆腐的？摊上你们这家，算是我背时啊！张队长，我可以多打几份工，能还多少是多少。哎呀，这么漂亮，打工可是太委屈你了，还不如去下海能多赚一点。把衣服先脱下来，让我验验货。张队长，你想干什么？顾念念，
你别不识好歹。张队长劝你是给你指条明路，不然你一个农村的土包子能干什么？张队长，他脾气有点烈，我来替你代劳。滚开！小贱蹄子，你敢打我女儿？看我怎么收拾你！收拾他！别碰我！住手！闺女，没事吧？都有谁欺负我女儿？给我站出来！闹什么呢？这可是富人区，你一个端盘子的垃圾底层人，在这狗叫唤什么呢？你一个男人，连我女儿都保护不了，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你凭什么打我哥？长辈教训晚辈，轮不着你插嘴。你个泼妇，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妈，还有你，教子无方，照样该打。而你，怎么，你也想领教？爸，算了。哼，闺女，有爸妈在，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妈，你们就是土包子的父母啊，来得正好。你女儿弄坏了价值1个亿的豪车，赶紧赔钱。一会儿顾战神和顾夫人来了，你们全家都得死都没地方死。明明是廖家明弄坏的车，凭什么让我们赔？哎，和我儿子没关系啊！别想赖在我宝贝儿子头上。就是，姑念念，你可得把话说清楚。是你爸妈把我们一家人骗到这儿来了，这笔账我还没给你算呢。念念，你跟佳明他……妈，我跟那个人渣已经分手了，是我瞎了眼，在这个渣男身上浪费了5年青春。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门。幸好还没结婚，现在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还来得及。闺女，果断取舍，及时抽身。爸爸将来再给你介绍一个乘龙快婿。好了，没人听你们在这儿啰嗦啊！一会儿顾战神和顾夫人来了，你们不还钱，我告诉你们，给我一起揍！等等，老公，看来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听好喽，我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这辆车我替他们赔。啊？他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顾念念，好久不见，不认识我了？是你啊，高中同学沈洛曦。沈洛曦，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哎，你知道顾念念要赔的那辆车是什么车？那可是顾战神和顾夫人为了迎接失散多年的千金，特地打造价值1个亿的钻石马车，你赔得起吗？有几个臭钱啊？我是沈氏集团的太子爷，这个身份赔得起吗？沈氏集团就是那个市值100亿，在云城仅次于首富楚家的沈氏集团。沈洛曦，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呢？啊，高中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臭屌丝，你怎么可能是沈氏集团的太子爷？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历练，所以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这次也是父亲的嘱托，来恭贺顾家千金回归。没想到刚到这里，就看到你们这一家仗势欺人。沈洛曦，你为什么要帮我呀？念念，其实一直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喜欢你。原来高中的时候在我课桌里在练诗的人是你啊，那送我去医务室的人也是你。本来想着等你醒来后给你表白，没想到你跟廖家明在一起了，然后我大学去了国外，最近刚回来。原来是你啊。老公，咱还出面吗？出什么呀？咱闺女这都上演爱情偶像剧了，咱俩老糊涂了。往后撤，看戏。你说你刚跟我分手，就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的，咋这么贱呢？我他妈不抽你！念念这么好的女孩，你得到却不珍惜，还想动手打她？呸！你都奸夫淫妇！我说为啥跟我处了5年，不让我碰你一下？原来是心里边早已经有别的男人了。我告诉你，顾念念，这农村人毕竟就是农村人，
你想嫁到沈家的枝头上做凤凰？做梦吧你！到时候这小子把你玩腻了，还是一脚把你给蹬了。够了，廖家明，你再敢挑拨一句，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怕你啊！哥，冷静，他是沈家少爷，咱们惹不起。念念，你别听他瞎说，我对你不只是一时的新鲜。我相信你。想不到咱闺女身边隐藏的身份还真多呀。是啊，没想到咱闺女的白马王子居然是沈家公子，这可比廖家明那个渣男强100倍。既然是沈家公子，那我相信以沈家的实力，赔偿1个亿应该不成问题。停，沈公子，贵婿，这就不用你破费了，这个车不用你赔。你说不赔就不赔啊？难不成这个车是你的？如果我说这是我的呢？你说这车是你的，脑子进水了吧？这车价值1个亿，是顾氏夫妇为了迎接顾家千金回归特地打造的，全球仅此一辆，在这吹什么牛呢？真把我们当傻子了。不然呢，大傻子？哎呀，爸，我知道你不想让洛熙替我们还钱，但你也不能撒这种谎呀。哎呀，叔叔，您放心，以我沈家的财力，赔偿1个亿完全不是问题。至于顾战神和顾夫人那边，等我见到他们，自然会向他们请罪的。你放心。哎呀，我没撒谎，这车真是我的。你说这个车是你的，那你岂不就是顾战神啊？对呀，我呸！你个送外卖的穷屌丝，你还敢冒充顾战神？那你是不是还想说这个老婆子是我们大夏首富顾夫人啊？你骂谁是老婆子呢？妈妈，冷静一点，那冒充顾战神和顾夫人，那可是死罪。我没胡说，闺女。我看你们真是活腻歪了，竟敢冒充顾战神、顾夫人，还不赶紧乖乖下跪！要是惹怒了顾战神，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这里太危险了，咱们赶紧走吧。走什么走？我还想看看顾战神和顾夫人怎么教训这穷鬼一家的。我也想看看顾战神夫妇的尊容呢。再说了，咱们家这也算是有擒贼之功，如果能得到顾战神夫妇的亲眼，那咱们也算是飞黄腾达了。队长，顾战神和顾夫人已经到达龙马花园了。啊，看来顾战神和顾夫人是来兴师问罪来了。不行，给我抓起来！停！怎么又动手了？我给你们看个东西。这是钻石马车的车钥匙。好像还真是，这钥匙上的 logo 跟那车标一模一样，难不成这车真是他的？不可能，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穷屌丝，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车？他连小电驴都买不起新的。就是，我看呐，他们能偷偷摸摸把自己的相片送进来，伪造一把车钥匙也没什么奇怪的。没错，那钥匙肯定是假的。爸，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假的永远都变不成真的，谎言也总有被拆穿的一天。而且我不在乎那些虚伪的东西，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比什么都好。老公啊，看来咱女儿不相信咱们说的话呀。唉，还是得让她亲眼看看吧，是真是假，试试不就知道了。我看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这车要是打不开，你们就得下跪磕头道歉。哼哼，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他就是搞笑的。不应该呀！你好久没开了，都忘了。两个土包子，这辆车已经安装了双重安保系统，就在车门把手输入指纹鉴定身份后才能打开，车都打不开，还说是你的车。忘了。去吧。哎，看好喽，再来一遍。验证通过，车门即将打开。都看见了吗？这不可能啊！难道他真的是顾战神？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穷屌丝，怎么可能是顾战神？他一定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了。没错，他就是个底层的垃圾，他说话不能信。廖丽丽，你能不能别这么狭隘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穷，所以看不起我们，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穷只是暂时的，但你们的坏，这辈子都改不了。我顾念念生平最恨骗我的人，我相信我爸妈，他们肯定不会骗我的。老婆，
闺女说她最讨厌撒谎了，她要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那得恨死咱俩呀！当初就不应该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现在好了，只能先隐瞒身份，等着回头慢慢找机会跟他说吧。哎，好。爸啊，这车究竟怎么回事？你们2个的工资加起来1个月都不过3000块，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车？哎，其实啊，你爸是顾战神的司机，你爸车技好啊，他得到了顾战神的赏识，所以呢，他在送外卖之余啊，还替顾战神开车。哎，这辆车就是你爸替顾战神开进来的。是，我还以为什么呢？原来是司机啊！我告诉你们2个土包子啊，你们现在私占顾战神财物，以下犯上，罪加一等。来人，给他抓起来，交给战神处置。住手！陈副将，他怎么来了？千万不能让他暴露咱们的身份呢。您怎么来了？陈副将是顾战神的心腹，一定是钻石马车被砸坏的信息传到了顾战神的耳朵里，派他过来兴师问罪了。钻石马车被砸坏了，谁干的？陈副将，就是他干的，你可不能放过他呀！你好大的胆子！他什么身份？他要掉根头发，你10条命都赔不起，你知道吗？陈副将，他不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吗？你瞎了你的狗眼了！顾先生认不出来了。陈副将，这是个误会。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臭屌丝。他们闲暇的时候呢，就是给这个顾战神兼职当个司机什么的，算不上什么人物。他们这家子人阴险狡诈，为了面子不择手段。你看这照片啊，让人们相信这车是他们的，所以才把这照片放在这儿。要不是我了解他们这一家子人，咱们都得被他们给骗了。区区蝼蚁也可以妄议真龙，小的来迟，还请大人恕罪。陈副将不是顾战神最得力的助手，被赋予大夏1级战将的荣誉，怎么会给送外卖的行李呢？我怎么觉得陈副将好像很怕你爸的样子？难不成你爸真的是顾战神？不可能啊，我爸就是个普通人。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认识陈副将这样的大人物？这位是大小姐是吧？在下陈猛，您父亲就是顾战神，他救命恩人呐！救命恩人？没错，有一次啊，顾战神他遭遇了车祸，是你爸凭借自己高超的车技救了顾战神，所以陈副将对你爸特别的客气，对吧，陈副将？哦，对。哎，操！这战神夫妇真会玩，怎么真实身份连亲闺女都不告诉呀？哎，就算他救过顾战神，那又怎么样？他毁坏了战神的车，又打着战神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他就该受到惩罚。我与顾先生相交多年，他的为人我最清楚，顾战神和顾夫人也很清楚。我看损坏车的人不是他们，是你吧？不是我没有，不关我儿子的事儿，我儿子还不懂事，都是顾念念那个小贱人蛊惑的。闭嘴！大小姐你敢羞辱！来人，把他给我抓住，等候战神发落。陈副将饶命啊！陈副将，念念，你说句话，是你把我们骗到这儿来的，你得对我们负责到底啊！等一下，念念，我知道你还在生着我的气，你跟他在我面前勾勾搭搭的，不就是想气气我吗？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我，这样，你帮我跟陈副将求个情，你让他饶了我吧，我可以对过往的一切都不追究，咱们还可以再结婚的。那明天就今儿咱们就去民政局把证给领了，行不行？你有病吧？谁要和你领证啊？陈副将，像这样的人，你一定要严惩。大小姐放心，他损坏了顾战神的爱车，必死无疑。顾念念，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愿意娶你这么一个农村的姑娘，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也不看看自个儿是什么货色，除了我，谁愿意娶你啊？我要是有个3长2短，你后半辈子怎么了？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谱线？这一巴掌打你5年来对我的欺骗，这一巴掌打你嫌贫爱富、欺软怕硬，这一巴掌打你是非不分、颠倒黑白。顾念念，你疯了吧？你怎么敢打我哥？你太过分！过分？你刚刚扒我衣服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倒是我过分了，我命令你立刻给他们道歉。该道歉的人是你。你看不起我爸送外卖，
看不起我妈当服务员，多次羞辱他们，这一巴掌是替他们打的。顾念念，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有娘生没爹养的，我直接打死你！哎呀！带走，走，快点！陈部长，我求求你，放我一条狗命！陈部长，张队长，之前还叫我下海还钱呢，现在怎么不提了？还有这种事儿？冲撞大小姐，死路一条！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了，烦死了，带走。是，走。陈部长，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陈部长，念念，有句话在我心里埋了5年了。什么话呀？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你不嫌弃我是农村人吗？当然不嫌弃，我喜欢你和你的出身没关系。对了，今天本来是想拜见顾战神和顾夫人的，不料他们今天不在，不如你和叔叔阿姨跟我一起回沈家做客，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家人。这要见到沈家家主，咱们的身份可就藏不住了呀。哦，小沈呐，见家长这个事儿急不得。我跟你阿姨今天也没做准备，也没换衣服，也没买礼物，这怎么好意思上门呢？要不咱们约个时间？既然知道自己上不了台面，还好意思和沈家攀亲？洛西哥哥，好久不见。孟清然，你怎么来了？这里是我家，怎么不能来了？你家？其实我是顾家失散多年的千金，你爸今天安排你来这里，就是让你跟我相亲的。真是没想到啊，才找到女儿第1天，就有个冒牌货贴到脸上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哎，别，这样就暴露咱俩身份了。再说有一个假千金也未必是坏事啊，正好用它考验一下这小子对咱闺女是不是真心。有道理。哎，洛西哥哥，双方父母可都是很看好我们在一起的。很抱歉，这门联姻我父母事先并未征求过我的同意，所以不能作数。现在我要带着我的女朋友回沈家，等见到我父亲，我自会向他解释的。女朋友？你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啊？难道是他？可恶，哪里冒出来的村姑勾引洛西哥哥？跟洛西哥哥在一起的人只能是我，我不同意！洛西哥哥，你好歹也是沈家公子，怎么能和这种出身卑贱的农村人在一起啊？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哪轮得到你这种妖怪来反对？我爸是大夏战神，我妈是大夏首富，你一个端盘子的底层下人，凭什么哄我？还有你，啊，臭送外卖的，你们擅闯我家，到底想做什么？哼，你家，你要不要睁大眼睛看看，我们是谁啊？哎，他们怎么和照片上的顾战神和顾夫人长得一模一样？难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连我们都不认识，还敢自称顾家千金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是谁你不配知道，但你肯定不是顾家大小姐。你少胡说八道了。爸，你怎么知道她不是真正的大小姐？难道说你见过真正的顾家千金？姑娘，我刚才让她看着照片，那是在考验她呢。如果她真是顾家大小姐，那不一眼就看出来这不是顾家战神和夫人吗？老顾，这招高啊！孟清然，你假扮顾家大小姐到底有什么目的？谁说我假扮顾家大小姐了？我才刚被找回来，还没来得及跟他们好好相处呢。再说了，照片上的人跟我爸妈穿着一样，我一时着急才没看清呢。贱人，你竟敢下刀陷害我！孟清然，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我妈这么大年纪了，她要是摔坏了怎么办？一条贱命，摔了就摔了呗。夫人，你没事吧？没事，我倒要看看这个冒牌货要做到什么地步。
宋经理，你赶紧过来一下。爸妈，我不是故意的，是他推的我。哎呀，妈知道。来，让妈妈看看你的手有没有被碎片割伤啊？疼吗？这件是价值1000万的元青花绝品荷塘月色瓶，我家里也有一个。起来吧，伯父伯母，你们放心，我会把沈家的那只拿过来赔上，念念不会有麻烦的。哎，不用不用，就一不值钱的破瓶子，我早就看腻了。碎的好啊，我正好换个新的。一家子穷鬼，真让我恶心！你们擅闯我家，还偷把照片藏起来，死都算便宜你们的了。哼，像你们这种贱人的照片，也配放在罗马花园？住手！快住手啊！贱人，你竟敢推我！他们在你眼里是一文不值，但是他们是我最爱的至亲，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他们。闺女啊，爸妈，是女儿不好，我以后一定努力赚钱养活你们，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不会被其他人瞧不起。闺女啊，你以后最不用担心的事儿就是赚钱。哼，一家子穷鬼还在装是吧？我就要羞辱你们，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撕了你爸妈的照片，你能拿我怎么样？大小姐，有何指？这谁干的事？这是谁干的？哎呀，是我撕的，怎么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大小姐，你怎么把顾战神、顾夫人的照片给撕了？宋经理，你说这是我爸妈的照片啊？我有幸见过顾战神和顾夫人一面，这两位大人的面貌我不会记错的。不可能啊！这2张照片上的人分别是那2个废物。顾战神、顾夫人，这个顾大小姐好奇怪啊，怎么会连自己亲生父母的照片都不认？宋经理，你肯定是看错了，这2个老东西，一个是送外卖的，一个是端盘子的，怎么可能是我爸妈？什么？这世上居然有长得这么像的人，难道是顾战神和顾夫人的兄弟姐妹？宋经理，这个乡下丫头擅闯顾家豪宅，打碎了价值1000万的花瓶，还带着这2个老东西在这里假扮我爸妈，你还不派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小心我炒你鱿鱼啊！大小姐，请允许我调查清楚。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还有什么好调查的？请问2位是否认识顾战神和顾夫人？我当然认，当然不认识了。对，宋经理，我爸妈就是普通人，不认识什么顾战神。女儿，其实妈，我知道咱们家穷，不敢惹上顾家，但是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个误会，是你不小心放错了照片，我会跟顾战神亲自解释的。这件事情的后果，我一个人承担。哎呀，这姓宋的都要把咱们抓走了，再这样瞒下去，我怕咱女儿受伤害啊。时机还没到，先拖着，关键时候再放大招。2位真不认识顾战神和顾夫人？哎呀，我们2个就是个出苦力的，顾战神和顾夫人这样的大人物，我们俩怎么能认识呢？对啊，根本不认识，不认识。既然这样，那就好办。来人，报警！
以擅闯私宅、毁坏财物的罪名，这些人统统给我抓起来！慢着，这3位是我沈家的客人，这点薄面你该不会不给吧？沈公子，这沈家的客人又如何？洛西哥哥，这里是顾家，我是顾家的大小姐，这里我说了算，赶紧动手！等等，你刚才说谁擅闯私宅啊？这还不叫擅闯私宅？哦，你该不会是想要说这个房子是你的吧？那你们先看看这个。那是什么东西啊？臭死了！里面也不知道装的什么垃圾。这是罗马花园别墅的钥匙。什么？他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还有这都是别墅的房产证。这不可能啊！你肯定是看错了。罗马花园的房产证怎么会在这个服务员的手里啊？不会有错，这是罗马花园的公章，全城没有第2个人能仿造，我绝对不会看错的。妈，这些房产证和钥匙你是哪儿来的呀？哪来的？肯定是偷来的呀！罗马花园的房产证和钥匙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你们怎么可能会有的？顾念念，你们一家子可真是胆大包天啊！不仅擅闯我家豪宅，还偷拿罗马花园的房产证和钥匙。宋经理，赶快报警，把他们一家子全都抓起来！哎，这些可不是我偷的啊，是别人给我的。你就吹吧你！像你这种月薪3000块钱的穷鬼，能认识的估计都是些底层的垃圾，谁会给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啊？不信啊？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作证。顾夫人，喂，小马，赶紧来罗马花园一趟。好，我马上到。好了，小马说他马上就到。小马又是哪根葱啊？啊，我知道了，该不会是餐馆洗盘子的吧？妈，那个小马又是谁啊？你该不会被他骗了吧？这个东西不会是他偷的吧？不至于，小马他在江城还是有些地位的。江城有地位的人能认识你？我说老太婆，装逼适可而止吧。是真是假，待会儿就知道了。不好了，这新闻上说由灰窑出窑的元青花现在已经绝版了，所以这花瓶现在是最后的绝版，价值无上限了。什么？这要是被顾战神和顾夫人知道，这绝版的元青花被打碎了，我就死定了。都怪你，就是你把花瓶撞碎的。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往死里打，给顾家赔罪。只要这小贱人死了，若曦哥哥就是我的了。闺女，住手！不就是个花瓶吗？来人！这元青花其实有2尊，一尊在顾夫人手里，一尊多年前被我爸拍下。现在我把这尊赔给顾总，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念念，伯父伯母，我们走。等等，他们还不能走。对，这钥匙和房产证的来历还没交代清楚，所以不能放他们走。没错，我还要看看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丢其他东西。毕竟这穷逼的爸妈连这里的钥匙都有，说不定会趁没人在的时候溜进来偷东西。孟清然，你什么意思呀？我们一家行得端坐得正，
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做的。哟，这下急了，该不会是心虚了吧？哎，闺女，你要查让他查呗，不怕。是啊，你爸妈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好，立刻给我去查，查仔细了。是。不好了，宋经理，什么？那个顾夫人房间里少了一只价值100万的喜马拉雅鳄鱼包。什么？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就说吧，穷山恶水出刁民，像你们这些出身卑贱的层人，手脚都不干净。洛西哥哥，这个顾念念根本就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清纯无害，现在就在这里联合他爸妈偷东西，真是枉费你帮他了。念念一家的人品我自有判断，用不着你说3道4。洛西哥哥，现在可是100万的包包不见了，现在只有他爸妈手里有钥匙，事实就摆在眼前，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不就是个100来万的包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买菜回来就随手放冰箱了呢？你开什么玩笑？谁会拿100万的包包来装菜啊？是不是真的？你们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去厨房看看，要是没有，你们就死定了。啊，经理，宋经理，还真在厨房的冰箱里找到了这个，你看。去拿走拿走。妈，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包在厨房的？我猜的，有钱人都这样，我听说。一个正常人，谁会想到拿一个100万的包当菜篮？宋经理，我们刚才发现那个挂在书房里的万里江山图也不见了。哼，这包就算你们蒙对了，这幅画我该怎么解释？你别着急，小伙子，厕所你找了吗？厕所？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这张画的吸水性很强，它另有用途呢？去厕所找找。是。快看，那是万里江山图。宋经理还真在厕所里看见那个万里江山图，就是他。就是什么呀？说呀！这确实另有用途啊。爸，啊，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哎呦，看来我们和顾战神、顾夫人是冥冥之中心灵相通啊！我呸！瞎蒙就瞎蒙呗，就你们2个老人也有脸跟我爸妈相提并论。糟了！又怎么了？大惊小怪！宋经理，橱窗里的海洋之心项链不见了！什么？你是说国主赠给顾夫人那颗全球仅此一条的海洋之心项链？那条项链我一直嫌老气，从来没戴过。你拿了吗？我拿它干什么？我一介武夫。再说那不是你小姑送的吗？我敢吗我？老东西，把项链给我交出来！我没拿，交什么？是啊，哼，偷了罗马花园的钥匙，不就是为了进来偷东西的吗？你可别冤枉人啊！那条项链我还嫌老气呢。你个有眼无珠的老东西，那可是价值连城的海洋之心，赶紧拿出来，要不然别逼我动手！我爸妈说没拿，那就是没拿，你别诬陷人了。哼，不是你们，还能是谁？来都来了，不顺点好东西，岂不可惜了？大小姐，姿势体大，要不然先禀告顾战神和顾夫人。为这么点小事你就打扰我爸妈，你想死啊？海洋之心肯定是他们偷的，快去搜啊！孟清然，你别血口喷人了。我血口喷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刚才你爸妈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条项链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老东西，赶紧把项链交出来，兴许我还能饶你们一命。我都说了我没拿，不交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人，
衣服给我扒了，搜身！你们有什么权利搜身？你们说他们偷了东西，证据呢？证据，穷就是最好的证据。像他们这种底层人啊，第一次来到这种高大上的豪宅，所见到的东西都是他们这个阶级一生无法企及的好东西。那条项链的价值足以让他们铤而走险了。孟清然，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狭隘？我们是穷，但是我们又有骨气，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你竟然敢骂我！你这个有娘生没爹养的乡下婊子！看我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孟清然，别太过分了！还愣着干什么？上啊！哎，上！谁敢？姓宋的，你真的要这么做吗？得怪我没提醒你，你这是找死！倒要看看，就算把你们2个老东西扒个精光，扔在大街上，谁又能奈我何？给我扒！爸妈！宋城，你好大的胆子！宋城，你好大的胆子！马秘书，马秘书，你是什么来历呀？口气还挺大。大小姐，这马秘书是顾战神和顾夫人的心腹，您不认识啊？哼，他算个什么东西？我非得认识他不可吗？再说了，我才刚回来，不认识他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是，都怪小的想得不周，您别怪罪啊。哎，马秘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什么风？顾夫人的风。夫人和顾战神此刻就在罗马花园，你难道没看见吗？马秘书，我们在这儿这么久了，没看见顾战神和顾夫人呢。哎，大小姐，林伦来了吗？没有啊，我可是他们的女儿，他们在不在，我能不知道吗？肯定是你弄错了。你是大小姐？对，马秘书，这位就是顾家千金，刚回归就是被这乡下丫头和她父母给冒犯了，我正让手下人教训他们呢。混蛋！马秘书，小马，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们都要被扒光了。妈，你说的小马就是他呀？他可是顾家人身边的首席秘书。对啊，哎，小马，你快跟大家说说，这罗马花园的钥匙还有房产证是不是你给我的？哎，你个老东西，想找死是不是？这小马也是你随便能叫的？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们，这房产证和钥匙是我亲手交给顾夫人的。顾夫人，这个麻将竟然对那家子穷鬼这么客气，难道他们有什么隐藏身份？马秘书对孟清然态度冷淡，对你爸妈却十分恭敬，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爸妈，你们跟马秘书很熟吗？当然不熟，我们呀也是才认识不久的，您说是吧？啊，对，我们呀其实不熟。总经理，你怎么敢对顾先生和顾夫人如此不敬？马秘书，我也是公事公办的。这2个穷鬼溜进人家豪宅，偷走了顾夫人的海洋真心项链，我正派人搜他们身。胡闹！顾先生和顾夫人怎么可能是小偷？马秘书，整个罗马花园进来的就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哎，这个乡下丫头和她爹妈嫌疑最大，他们一家人，一个卖豆腐的，一个送外卖的，一个端盘子的，那穷的裤兜都比脸干净。我保证，东西肯定是他们偷的。你给我闭嘴！这儿谁都可能是小偷，顾先生、顾夫人绝不可能是小偷。你凭什么敢保证？就凭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顾战神家的佣人。妈，你说什么呢？闺女，其实我跟你爸下班以后啊，还兼职在这罗马花园打打杂工。是顾战神心疼你妈，顾夫人心疼你爸，所以就雇了我们俩。你妈负责打扫卫生，你爸爸负责打扫花园。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这不是怕你担心吗？不过你放心啊，我们俩没事了，我们就是闲不住，多干点挺好的。哎，这网上的人都说呀，
50岁正是闯荡的年纪。为了方便呢，顾战神就让小马把钥匙给了我们。至于那个房产证，那是脏了，让我们清理清理啊！得了，还得陪这俩老顽童赢呢。我还以为啊，有什么隐藏身份呢？搞半天啊，原来是我家的2条狗啊！既然是这样，那也不难理解了。那条海洋之心啊，肯定是你们在打扫的时候顺走了。孟清然，你这么着急就把屎盆子往我爸妈头上扣，是不是有所企图啊？哦，是不是贼喊捉贼啊？你少胡说八道啊！我可是顾家千金，我为什么要拿自家的东西啊？宋经理，赶紧让人搜他们身。搜身。是，来人，搜他们身。你个蠢货，我让你搜的是他。马秘书，他可是顾家千金。姓马的，我可是顾家真千金，你竟然敢让人搜我的身！要是让我爸妈知道了，你连你自己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马秘书，您是不是说错话了？咱们要搜的是这家穷鬼，那不是顾家大小姐。当狗的，连自己家主子都不认识，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谁才是这个宅子真正的主人？马秘书，您的意思是，他不是顾家千金啊？糟糕，被怀疑了。36级走为上计。顾大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本小姐累了，想回去休息了，不行吗？你赶紧让人给我让开！你可能不是累了，是心虚了吧？你以为偷走了海洋之心项链，就这么走了吗？我怎么可能会偷项链？你少血口喷人啊！偷没偷，搜搜就知道。你们不要过来啊！你们要敢动我一根毫毛，顾战神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再敢过来一步，我就告你们耍流氓了！等一下，洛西哥哥，还是你心疼我。到底是谁偷了项链？查一下监控不就清楚？对，有监控在，谁撒了谎，一查便知。查监控的话，我偷项链的事不就暴露了吗？这要一查监控，咱俩身份不就暴露了吗？不能查监控！查监控！这什么情况？这是？爸妈，为什么不能查监控啊？这可怎么跟女儿解释啊？这眼瞅着就要露馅了，说实话吧。这2口子支支吾吾的，心里肯定有鬼。正好我可以利用他们，摆脱我的嫌疑。爷爷啊，其实你妈和我是偷项链的贼啊！要不然你们怎么不敢查监控？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啊！你不也不敢查监控吗？你凭什么说我爸妈是贼？我可是顾家大小姐，我不想查监控，是不想让我家的隐私被你们这些低贱的底层人看到而已。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吗？反倒是你那俩废物爸妈，一说要查监控就害怕，不是他们偷的，还能是谁偷的？姓马的，事实已经很明了了，你还不赶紧派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一派胡言！姓马的，你竟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到了现在，你还在正主面前假冒顾家千金。听他话的意思，这孟清然是假冒的，真正的千金另有其人。小马，少说2句。什么正主？什么假千金啊？我知道了，姓马的，你跟那2个老废物是一伙的吧？他们偷项链，你帮他们脱罪，回头一起分赃是吧？你这丫头想象力倒是挺丰富，谁偷的项链，你心里最清楚。够了，清者自清。爸妈，我们没必要与他们白费口舌。马秘书，麻烦你把之前宅子里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看看，还我爸妈一个清白。顾小姐，这个就是上周的监控视频，谁偷了项链，一看便知。这可怎么办？事情都已经按照您2位吩咐的准备好了，
顾战神、顾夫人。哎，马秘书，你刚刚管我爸妈叫什么？我刚刚清楚的听到，你刚刚管我爸叫顾战神，管我妈叫顾夫人。哎，没有啊，没有。哎，闺女啊，你肯定是听错了。刚刚小马明明叫的是顾先生、顾夫人啊。哎，对，我刚才叫的呀，就是顾先生和顾夫人。没错。你爸妈的姓呢，跟顾战神啊是一样的，所以你听错了，这也不奇怪。是。爸妈，我怎么感觉你俩有事瞒着我呀？那不能，爸爸妈妈是不会瞒着你的。没有。那既然没有瞒着的话，咱们把视频调到半分钟之前，大家一起再看一下。辛苦你了，马秘书。好。看，都看看，这看仔细都得看。你看，哎，对，都得看看。事情都已经按照您二位吩咐的准备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发现没有？没有，多亏你手速快呀，帮你及时终止了。哎，那就好。闺女啊，你可别想太多啊。刚才只是我和你爸配合小马，扮演了这个顾战神和顾夫人。哎，你们为什么要扮演顾战神和顾夫人？顾小姐是这样的，这个顾战神啊，身份尊贵，位高权重。我呢，怕工作中啊出现什么怠慢，所以呢，就特意请你的父母啊过来配合练习一下，练习一下。没错，就是这样的。你们真的只是扮演吗？怎么样？看到哪儿了？爸，你刚刚去哪儿了？我刚才肚子疼，我上厕所了。监控视频中断的时候，爸刚好去上洗手间了，真会有这么巧的事？各位，监控视频呢要半个小时以后啊才能恢复，各位请稍等啊，稍等。顾战神，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处理视频的事儿，你放心，小姐不会发现的。哎，好。各位稍等。闺女，是爸妈没本事，这才和你相认第一天，就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妈，没事儿，只要跟你们在一起，我就不觉得苦。哎，这双手又白又嫩，没有一点老茧，绝对不是干过粗活的手。妈，你到底是什么人？闺女，你在想什么呢？啊，没事儿，我先去个洗手间啊。女儿该不会是怀疑什么了吧？爸妈，这也是你们扮演顾战神和顾夫人的一环吗？这是1999年8月20日，我和红红的宝贝女儿出生了。爸爸希望你能健健康康长大，一辈子开心快乐。念念走丢了，红红哭了一整天。要不是我带她去镇上买蛋糕，念念就不会失踪。都怪我呀！爸妈，今天红红写了100份寻人启事，
还没有念念的消息，今晚我熬夜再多歇歇。你见过这个女孩吗？10年过去了，念念还没有回家。如今我已是大夏战神，红红创业成了大夏首富，我们会调用一切资源，就算把地球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念念。夫人，顾战神，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赏金提高到3000万。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大小姐的下落。废物！那就提到5000万，5000万找不到就提5亿，我一定要找到我闺女。是。找不到女儿，我们要荣华富贵又有什么用？太好了，终于找到念念了。原来这20年来，念念过得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等爸爸接你回来，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可是，万一女儿一时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反差怎么办？还是先装成穷人与她相认，等感情培养好了，再告诉她真相。闺女，顾战神，顾夫人，啊！你们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爸爸妈妈不是有意要骗你的，你看，你看，闺女，你别哭了，是爸爸妈妈错了。可是爸爸妈妈做的这些，不是有意骗你的，爸爸妈妈只是怕你会不接受我们了。虽然你把他权倾天下，虽然我富可敌国，可是我们在自己的亲生女儿面前，我们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啊。我们也会担忧，会害怕，会做错事。妈妈真的知道错了，你能原谅我们一次吗？好不好？闺女，闺女，你说话呀，你说什么都行，你可千万别不理我们俩呀。我平生最恨别人骗我，跟我在一起5年的男朋友骗我，我失而复得的父母又骗了我。我都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闺女，我发誓，爸爸妈妈除了身份隐瞒了你，没有任何是欺骗你啊。闺女，爸爸以后一定再也不骗你了，你就原谅我们一次吧，好不好？我相信你们，我就是太害怕了，害怕又像我之前一样，又变得孤零零一个人。爸妈，我们3个以后一直在一起，好好的，谁也不骗谁，好不好？好，好，好。儿子，你见到顾家千金了吗？她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未婚妻，你们若是对彼此有意，我就赶紧给你们准备婚事。妈，我见到她了，她是个好女孩，我要娶她。孟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监控记录清清楚楚，你
就是偷盗海洋之心项链的贼。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你竟敢冒充顾家千金，偷盗国宝级财物，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你个臭婊子，冒牌货，居然在我眼皮底下你也偷走海洋之心，老子被你害死了我！马秘书，这一切都是这个贱人搞的鬼，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也是被他给骗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马秘书。被骗了，哼！东城，你有眼无珠，不识真龙，竟敢冒犯顾战神一家，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以后云城已经没有你立足的地方。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出去！马秘书，你再给我个机会，马秘书，给我个机会，马秘书，马秘书，放开我！怎么样，欧洲好不好玩？好玩。下次呀，我们去美洲。启禀顾战神，所有的害虫已经清理完毕了。知道了，下去吧。念念，爸爸和妈妈给你安排了一桩婚事。对方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和你很般配呀。什么时候有时间见一见呀？不，爸，我不见，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可是人家已经到了呀。那，你同意这桩婚事吗？我同意。